为何总做这样的梦，还如此的？真是。二王子到。沈之为包庇其父，通敌叛国，杀！二王子怎么会出现？在这神府上下可全是我的规矩，这便是庶女之训，不敬嫡长，便是这般下场。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最后的记忆是大婚。我重生了，我重生了！还敢瞪我？这一世，谁也别想再羞辱我！你个小贱人长本事了，想造反不成？你个小贱人，你真敢射我呀！二小姐，你疯了！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！再靠近我，你们少爷的另一条腿也保不住。不信就试试。愣着干什么？快扶我去疗伤啊！沈之卫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看我不宰了你！回来了，我真的回来了，这不是梦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大王子图谋我沈家家财，大婚之日杀我全家。沈家豺狼虽然可恨，但不过是爪牙。真正的可恨之人是萧玄辉。沈世安通敌叛国，杀！父亲，祖母，父亲，在河！萧玄辉，我要让你血债现偿！白瞎了这么优秀的脸蛋了。血债必须血偿，我要让你10倍100倍的还回来。二王子，先从你开始。母亲在人人，这些年我的人一直在探究您究竟所患何病。儿啊，别管我了，我活着只会拖累你。您莫再说这样的话，儿子定不会让您出事的。二公子，有人过来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王妃。金湛，你快走！他来的正好啊，若不让他知晓我们母子过得有多惨，他怎会安心？是你，
怎么是你？小姐站被人看到这副惨样，可能会杀人灭口。二公子这是何意？我这么狼狈的一面被你看到了，难道你不该死吗？我赌二公子不敢杀我。沈二小姐死到临头了，还如此的伶牙俐齿，我有何理由不杀你？二公子若想杀我，刚才就可动手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而且，你疯了！你分明用刀背对着我的脖子，二公子不会杀我。你果然如传闻中一般软弱。看来沈二小姐也不过如此嘛，与我又有何区别呢？说吧，沈家庶女，今日所求何事？莫非是来自荐真情？二公子放尊重些，我来是为了合作。合作？你凭什么？就凭你这脸蛋，还是这身段呀？我听闻沈二小姐的伯父与我大哥交往甚密，若你是他派来的奸细，我岂不是自掘坟墓？凭二公子需要沈家，凭我能执掌沈家。你执掌，空口白牙沈家那团浑水，你拿什么讨？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我会坐上那个位置。3个月。沈之威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若到时你只是个笑话，我会让你知道你戏弄我的代价。臣女不空口许诺，愿先献上一份大礼，以表赤诚之心。这是什么？你母亲的解药。你知道什么？萧景战，那个病秧子，他母亲每日饮的参茶里，可掺着世间仅有的幽泉散，唯有母后手中的九转细尘丹，才能救这个贱婢。你说我母妃被人下毒，所有名医都诊断不出来，我凭什么信你啊？信与不信，二公子试试便知。娘娘若服此药，可药到病除；若无效果，可取我性。如何选择，由二公子亲自定。如何选择，由二公子您亲自定夺。臣女告退。二公子的软弱，纵然是做与外人看，虽雨过天晴，但您单衣难御寒，演得久了，切莫沾染了风寒。沈之威，你究竟是何人啊？你为何总出现在我的梦里？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今天一早，大少爷就去告状，说您伤了他。老夫人在正厅等您好久了。祖母，祖母，您总在梦里出现，而此刻您就坐在这里，真好。这次来得及，我一定会护您的周全。沈之威，
昨日我在院中散步，你为何突然用弓箭伤我？你倒还哭诉起来了。祖母，看我这腿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志威，你且起身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为何要害你兄长？大哥自幼视我如草芥，经常逼我学狗叫爬，供他取乐。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走！哼，把头抬起来！孙女一旦不从，便拿鞭子抽打我，让我头顶苹果，当他练习射箭的把戏。皮肉之上更是家常便饭。不过是兄妹嬉闹，你这分明就是嫉妒我嫡子身份，蓄意诬陷，满口胡言！我的腿啊！至于射箭腿伤，实因大哥命下人围攻于我，孙女慌乱中失手所致，绝非存心谋害。那也不应该伤人。你果真让志威学狗叫爬，把他当靶子练习射术？祖母，您不能偏听偏信呐！你们可都看到他何时受过半分虐待？说，怎么没有？大少爷昨日还欺负二小姐，羞辱二小姐。果然，有什么样的主子，就有什么样的下人。一群信口雌黄的贱女流之辈！祖母，谁真谁假，你一看便知。这大庭广众之下，成何体统？简直辱没家风，丢人现眼。伤人者都不怕颜面扫地，我又何惧？祖母您看，到底是谁在血口喷人？此事我心中自有分寸。翠禾，给二小姐添衣。放肆！还生我儿！志恒，住手！你想要干什么？母亲，这孽女胆敢谋害您的嫡长孙，证据确凿，您为何拦我？究竟谁才是沈家家主？是非曲直，我自会查问清楚。你们同为沈家子女，并无贵贱之分，手足相残，更是大忌。祖母，若沈家子女不分高低，那我是否有争夺家主的资格？笑话！不过是个庶女，居然想参加长家考核，就凭你也想争夺家主之位？一介女流之辈，你扛得起沈家吗？你是在说我吗？祖母，孙儿不敢，孙儿失言。志威，为何想长家？只有我当上了家主，才能改变沈家被灭族的命数。志威为参加考核苦学6艺，精进解释，助沈家更盛，请祖母明鉴。对，一族规，你还没有符合参加考核的标准。翠禾，要干什么？啊！大伯，如今可够资格？大伯，够。志威，若你能在考核中夺得第1，我就破格让你长家，便会带你入定伪王府。母亲使不得，沈家还从未有过庶女长家，还破格面见王爷的先例。你数次质疑我，是想越过我当家主不成？孙女有把握能夺得魁首。口出狂言！考核沈家长家，怎可如此儿戏？那传出去，不怕别人耻笑？母亲，您要三思啊！志威，我有个条件，你若失败，此生不再妄想争夺家主之位，恪守妇道，在家相夫教子，你可愿意？大伯为您寻一户好人家，户部尚书张大人的3公子与你非常般配。张家3公子，那不是痴傻儿吗？孙女愿意，一旦失败，便安守贵阁，不再争权。那好，我宣布。祖母且慢，既然是若无对手，比试还有什么意思？
叶婷这些年也小了些，不如陪知薇练练手。不知妹妹意下如何？知薇自当奉陪。也罢，待月婷痊愈后，开始考核。我沈家百年基业，家主之位，当有血腥者承之。我听闻沈家最近要进行家主任命，不如你们去看看吧。我可是未来世子，去臣子家自降身份。父王，儿臣近日太学功课繁忙，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呢。景山，你去吧。儿臣遵命。不愧是奴婢生的贱种，这么迫不及待就去臣子家听课。我们萧家怎会有你这样的子嗣？废物！打发走你这只苍蝇，便可清清静静去沈家。萧训慧，你居然正吃沈家官礼！母后，区沈家家主考核有何可观？糊涂！沈家是北境千代子，边境半数梁上靠其周庄，你说重要不重要？母后，一介商贾而已，不听话抽了便是啊。萧训慧，你是真的蠢！沈家必须为我所家家主考核开始，施工。不对，弓弦力度有问题。别看了，你的弓进了水，分量虚浮。妹妹若此刻放弃，还可以保留半分颜面。看来沈二小姐的日子也并不好啊。今日考核未是结果。如此小伎俩，就想逼我退出？鹿死谁手，犹未可知。有意思，待我看你。贱婢就是贱婢，哼！敬酒不吃罚酒。考核规则：沈家子弟须踏梅花桩至顶，方能射箭。如靶之箭，必立于桩巅，得分高者耗时短者，方为家主继承人。没想到只为身手如此。陈月婷10分，知薇10分，陈月婷6分，知薇10分，上10分。这位小姐小心！有点意思。陈月婷10分，小姐好棒，一次射出2箭。这般绝境都能被他翻出花来。桩巅之剑，陈月婷10分。叶婷想跟我？连剑带都做了手脚，真是无耻之极。接着，
给你准备的压轴了，是您小姐，侍卫，松手吧，没什么比自己的命重要。明是多么重的伤，必须赢。考核结束。怎么可能？结束。是祖母害了你。明知弓有问题，还强行用力，沈二小姐为何如此执着？二小姐真是按萧某刮目相看。多谢二公子，若没有您出手相助，我家之位可凶多吉少。晚辈是奉父王之命前来观摩学习，刚才之事不过顺手之劳，沈老夫人客气了。祖母，让您担心了。恭喜二小姐获得魁首。沈之薇怎么可能夺得魁首？规则说的清清楚楚，是箭要射在靶上，这是箭吗？五夫子，这符合规矩吗？沈老夫人，恕晚辈斗胆直言，这能将长笛射穿靶心，靠的是心性与巧劲，这与射箭同源呀。若沈大少爷心存异议，也可用长笛试射一举。若也能射穿靶心，这魁首就由沈大少爷获得，如何？萧景战看似谦虚，言语却暗藏锋芒。他究竟想干什么？如果笛子算违规的话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弓为何会箭水无力？我的箭袋为何会被剪下一截？我的木桩为何会突然断裂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种种迹象都是被人动了手脚。众睽睽之下，怎么可能有人动手脚？动手脚的人就是你，沈月婷。你刚才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沈之薇，你未免也太过自大，还不是你身法练得不到家才踩断的木桩？儿子以为此等贪心不足、污蔑兄长的小辈，就算拿得魁首，也不配当家。之薇，你说月婷动手脚，可有证据？那木桩断裂处平整，绝非自然朽坏，分明是被人提前锯过的。而昨日，我亲眼看见大哥的小厮鬼祟靠近过那个木桩。血口喷人！我的小厮是去清点器具，木桩断了是你运气差，又不是拿出证据。你是锯木头吗？痕迹所在。仔细瞧瞧这接口，是新是旧？内行人一看便是。立刻查验那断桩。五夫子，你可要看仔细了，莫要冤枉无辜。回禀老夫人，属下实在是分辨不出来呀。如此明显的切口，仍旧分辨不出来，这沈家家主考核真是暗藏玄机，着实让晚辈大开眼界。让二公子见笑了。我宣布，之薇在考核中荣获魁首，此乃神府长家命剑，今日祖母交付。母亲，家主之位事关重大。住嘴！沈家今天还不够现眼吗？知薇长家如再有非议，逐出沈家，永不归族。老夫人，既然沈家家主已经选出，晚辈就先行告退了。二公子慢走。
非你真是我的变数。这个贱人！爹，要不我们找个杀手把他……嗨，他若是再追一次，肯定第一个被怀疑。你怎么如此蠢笨？那怎的你都当爹了，还没拿好酒驾？说什么？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子！爹，我以前那么对他不得像我欺负他那样欺负我呀？他再怎么欺负你，你不过是个女子，迟早要嫁人。我要送她一个好人家，把她高高的捧起来。他的刀锋与势胆，皆是算计与衡量。他在这件事究竟是什么角色？他为何要救我？是猴子，还是甚至为血海深仇未雪，妻子也好，盟友也罢，不能是别的。有意思。启禀二公子，丽妃病情加剧，恐怕危在旦夕了。把沈知微给我拖了。是。二公子，为何要如此贪腐？我母妃吐血昏迷，脉象将绝，沈知微。如此冰冷的眼神，莫非那天他也是来杀我的？难道我这一生的选择又做错了？娘娘吐出许多黑血，脉象稳了。二公子，究竟是哪位神仙出手相救？娘娘的病居然大好。沈二小姐救我母亲，此等大恩，受一本。这厮便明白这么快。二公子折杀臣女，臣女救娘娘心甘情愿，无需谢礼。若二公子真想谢臣女，不如允我做您的谋士。你为何如此执着？二公子此生有帝王之相，臣女此生愿压注于你。况且我已是沈家家主，约定我已完成，请公子成全。这样的话，我以后不想再听到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沈家家主，现在也自身难保。为何？祖母，你说什么？傻孩子呀，这是件好事儿，大王子侧妃之位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不能嫁给他，那是地狱！这位，你这怎么了？切勿胡言！祖母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不能嫁给他，他会杀了我们，他会屠尽沈家满门。这位啊，你定是累着了，此等诛心之言，岂可乱说？你先休息，等恢复了理智，祖母自会安排。不可能，我偏不。沈家一个庶女，酒囊饭袋，身份下贱，我堂堂定北王府的未来世子，怎能娶一个商贾出身低微之人呢？钱就是兵马，就是权柄。再不喜欢那沈家，你也得给我忍着。这棵摇钱树必须牢牢握在我们母子手中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？我明白，以沈知微的姿色娶过来做个妾室，图个开心还不行吗？更何况有如此财富。你可千万不要让母后的努力付之东流啊！母后，我这就去准备，儿臣告退。
重活一世，岂能再入虎口，重蹈覆辙？沈之威，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，竟如此羞辱本宫，那本宫就亲自教教你，什么叫做天高地厚。为什么这么晕？翠禾。你怎么在这？沈之威啊，现在知道得罪本宫的下场吧？在北境，我想要的女人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！这样既解决了那个贱人，又讨得大公子的欢心，一箭双雕。救我！我是你爹呢。走，不要打扰大公子的雅兴。乖乖做我的侧妃不好吗？啊！救我！我现在就是在救你，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。救命啊！祖母，翠禾。谁啊？救我，父亲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来，喝点水。这水好凉。你中了迷香散，现在浑身滚烫，要用冰水醒神。
你的手为何在颤抖？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这不重要，那什么重要？重要的是，你看到了伤疤却不敢触碰。你是怕疼在我身上，还是疼在你心里？果然，你还是那个软弱的小警察。你现在神志不清醒，我不和你计较。我现在绝对清醒，清醒的我知道你在伪装自己，我知道你喜欢我。你胡说！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喜欢我，为何要自责？自责？我没有自责，我只是恨我的那个废物大哥。真的吗？那你为何要带我回你的府邸？闭嘴！你累了，早点休息。萧景战，你是不敢，还是不想？怎么？你怕了？说不清缘故，我为何只顾着将你怕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怕？你怕你承认，你怕你的伪装被撕碎，露出你的心。你确定你现在真的清醒吗？甚至是我的救赎，不哭，我管你当然红杏纹路，风雪不冷酷。乱世之中，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一幕，你让我一生满足。你去哪？臣女还有要事处理。昨夜，你可记得？记得。我会负责。我娶你。负责？二公子想多了。昨日我清醒得很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想多了？难道昨夜的情真意切，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厢情愿？
成年人各取所需罢了，不必挂心。所以你只把我当做泄欲的工具，对我就没有丝毫的情意。阿公子言重了，昨日你情我愿，仅此而已。好一个仅此而已！你可是昨夜若不是我救你，已经被他人误了亲吧？臣女自知此恩深重，昨日以身相许，已是竭尽所能报答。希望公子与臣女就此事两清。沈之外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男宠，还是你的工具啊？公子若觉得委屈，臣女也无话可说。好，委屈？我有什么可委屈的呀？啊？我能跟沈家沈二小姐一夜风流，我好生快活呀！臣女担心有负公子清誉，见公子如此坦荡，心无芥蒂就好。臣女告退。所以，你真的仅仅只是报恩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望公子以江山大业为重，切勿眷顾儿女私情。给我查！绝地三尺，哪怕把北京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！是。大哥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何等高人，把您变成这样？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人能欺负得了大哥。大哥，您告诉我，此人姓甚名谁？我定替大哥报仇。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，小心自己渴死。废物！大哥，废物！上一世，小轩会屠杀我满门；这一世，救命啊！沈家家主有多大冤情，要亲自在王府门口击鼓鸣冤？沈之威，你可知道这是定北王府，不是你小小的沈家容你放肆！当街击鼓惹得人心惶惶，挑衅王府威严，你可想好了再说。昨日大公子萧轩辉深夜闯我沈家，求娶不成，却用下三滥的手段。用迷香药企图坏我女子贞洁，逼我强行婚嫁。试问王爷王妃，如此行径，臣女当不当击鼓鸣冤？沈家颜灭王府尊严，乃至整个北京律法，岂容此等卑劣之事？放肆！你怎能空口胡说，以下犯上，污蔑我儿！来人，
把他给我拖出去，杖责20。王爷还未审宣誓，王妃就着急杀人灭口，说臣女今日血溅当场，明日百姓只会笑话，这定北王府倒比民间更不讲王法。沈之威，你可知污蔑王子是何罪？臣女愿以性命自证清白，若有半句虚言，臣女当场自刎。传，萧学辉。您别听这个小丫头片子骗人，她设计陷害我不成，反倒栽赃陷害，我污蔑她清白。父王、母后，你们不能听信她的一面之词啊！我若设计，如何逼得大王子深夜私闯我神府，且家仆未收到任何通传？大王子只走窗不走门的习惯，也是我设计到的吗？白日人多，我深夜到访，只想跟沈姑娘聊一些私密话题，怎么到你这儿成了我玷污你的清白？大王子真是睁眼说瞎话。若只是私密话，你为何用我香药？又为何要撕扯我的衣服？证据呢？沈之威，你若没有实证，可要借着你刚刚发的毒誓。父王、母后，之威想必是太过爱慕于我，急于嫁给我，才如此亲近。怪他。朗朗白日，第一次见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证据好，大王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的玉牌为何在你这儿？大王子是真不知道，若只是私密话，我又如何扯断这玉佩？我说我怎么找不到？求王爷为臣女做主，还臣女一个清白。混账！父，我是见婚约已是板上钉钉，只想提前跟沈姑娘亲切亲切，没想到惹得沈姑娘如此不快，都是儿臣的错，父王莫要生气，给我住口！王爷您莫生气，他也是一身虎毒，被打成这样，已经算是得到惩罚了。对，我被打成这样，想必沈姑娘也是出气了吧？这说来也怪，沈姑娘竟有如此大的力气，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，将一个成年男子暴揍至此。这夜深人静之时，沈姑娘房内莫非还有其他人？有其他人，不是沈之威打的，他当时已浑身无力，突然有个男的把我蒙上头就打。对，是男的，不然我早就得手。三更半夜之时，沈姑娘密会的究竟是何人？沈姑娘的清白是清白，我儿的清白就不是清白了吗？王室婚约和沈家家主的清白都非儿戏，沈之威，你解释清楚。自王爷当政以来，整个北境路不拾遗，门不闭户，强者不欺弱者，弱者更避弱者。如路人有危难，必有好心人出手相助。试问大王子，如路上遇到其他人欺凌弱女子，你是否会出手相助？自然会。连大王子都会做的事，整个北境人人都可。请问，王妃是在质疑定理，将北境治理得不够好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之为作为女子已经受到侵害，在此不追究加害者，而去执着于受害者是否有罪，是何道理？父王，儿臣够了！这廉耻的东西，罚你禁足1个月。没想明白之前，哪儿都不准去。是。品相倒是不错呀，到时候弄一只送我到府上玩一玩。改日，明日便送。哼。哟，夫人来了。说话放尊重点，别忘了你也是来赔罪的。赔罪？沈之威，你没事吧？你真以为我父王让我来这儿是为了给你赔罪的？鞠个躬，说声对不起？胡闹，哪有让自己夫君赔罪的道理啊？没王法了。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王？我告诉你，
沈之薇，你等着，你等我成亲之后啊，看我怎么白天晚上收拾你，让你白天不能睡，晚上睡不着。我想怎么玩呀，就怎么玩。害羞了？大公子别怪，自从这贱婢得了家主之后，就愈发嚣张。待大公子成亲后，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啊！我看你们是真的闻不到身上的恶臭，干水给你们去气味。沈之薇，你给我等着！泔水，他倒是总是出人意料。沈之薇啊，沈之薇，你让人可真是又怜又恨。来人，在，去给我取最好的金疮药。王爷，您都多久没有留宿到臣妾这儿了？哼，还来你这儿，我不被你那宝贝儿子给气死就不错了。辉儿已经知道错了，你看他还自请去沈家赔罪，这有理有节。沈家呀，就已经原谅他。我看呢，都是被你惯的。王爷教训的是。可这是辉啊，毕竟是您的嫡子，这以后啊，还是要继承大统。您就看在他已经懂事的份上，您就原谅他吧。娘，沈之薇那个贱人！娘，沈之薇那个贱人！父王母后，你们继续，我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。胡闹！辉儿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弄得如此狼狈？娘，都是沈之薇，我专程去给她赔礼道歉，她不但不领情，反而泼了我一身的泔水。这沈家真是不像话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辉儿都已经去赔罪了，他们还这么无礼。够了！我是你亲爹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？沈之薇知书达理。竟是你在沈家口无遮拦胡说八道，我看你就是活该！王爷，管管你的好儿子吧！父王，娘，你是不是又坏了？你呀，我恨不得自己生出个棒槌，就这么让沈家骑在我们脖子上。沈之薇啊，沈之薇，我定要亲自去会会你。公子，您为沈姑娘找的药来了，把市面上能买到的都带来了。谁说我为她找的？我会为了一个金疮药费人费力啊！那我收起来了。等等，买都买了，看看。这个是西域的百草丹，生肌止痛，服下后半年起效。半年啊！这瓶可是西域的寒血草，3个月就可以让腐肉退去，新肉生长。太久了。这个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真实草药，千金难得。多久？1个月。沈姑娘是多年间日日被人所害，轻伤叠旧伤，非一时能治好的。这些年，她究竟受了多少苦？那您到底想要哪种金疮药啊？不然我再去寻。我想要一种让她这些年都不疼的药。臣女沈之薇给娘娘请安，不知娘娘叫臣女前来，所为何事？臣女沈之薇给娘娘请安，娘娘应该是在休息，那就先不打扰。
沈之薇，你好大的气派！拒婚活干涉，你一个庶女成了家主，还真以为自己能翻了天了？无论庶女还是嫡女，我受辱就不能还手了吗？还手？那可是你未来夫君，你还想打你夫君不成？夫君，我沈之薇要嫁的，必定是敬我、爱我、懂我之苦的人，而不是欺我、辱我、贪图美色的人。敬你、爱你，你想得到什么？若是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呢？若是找不到敬我、爱我、懂我之苦之人，那我沈之薇要嫁的，必定是我敬、我爱、我懂的人。而且这些都跟娘娘和萧宣辉无关。臣女还有家中之事，臣女告辞。这个沈之薇，气死我了！我就说他不好对付，您还不信？这回吃亏了吧？他若是这么硬骨头，那他沈家最好也跟他一样。他爹沈世恒是不是还在境外？您的意思是对他爹下手？把他调回来，他也是时候为他宝贝女儿的莽撞受点苦了。小姐，夫人，二爷回来了。爹，哎呦，傻孩子，爹不过是外放几年，就把你激动成这样。世安，这几年一切安好。母亲，一切安好。世安，现在沈家家主是知薇。知薇，这是为何呀？爹，说来话长，我回头慢慢跟你讲。世安，眼下是回母亲，此次回来是大公子命我接管粮仓。上一世，大公子于我的新婚之日灭我沈家，现如今，为何还要召见爹爹呢？小姐，吃点糕点吧。小姐，你怎么心神不宁啊？有吗？当然啦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小姐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呀。你看啊，自从你成为了家主，这沈家呀都是顺风顺水、井井有条的。没准啊，老爷就是托了您的福，才能调回来接管经济粮仓的事情呢。接管粮仓，翠禾，谢谢你，你先下去吧。好的，小姐，开心点啊。大皇子他一定没安好心，接管粮仓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可是怎么才能让爹爹不入这套模式？小警察，对，朝会之上，我们爹爹进来的只有他。沈之薇，你要以江山大局为重，切勿眷顾儿女私情。你请我愿是崩，各取所需是崩。你请我愿是崩，你请我愿是崩。公子，申府二小姐来了。沈二小姐深夜来访，要被外人看到的话，我怕有辱你清白的声誉。二公子说笑，臣女有要事相告。二小姐是来取所需。二小姐是来取所需。臣女深知那晚玷污了公子，请公子将罪。臣女甘愿受罚。什么玷污不玷污的？
你不是说了吗？你情我愿，仅此而已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朕在粮仓空有巨大亏空，家父刚被大皇子调去接过，他为人耿直，难察一切，反亦被构陷。此为臣女所查线索，以及更易查办人选，望公子明察，莫让家父卷入漩涡。二小姐为父周全，煞费苦心，只求公子以大局为重。沈二小姐，你乃沈家家主，富商巨贾，却仍心系朝廷，真乃北境之大幸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二公子请说，只要臣女能做到，定当竭尽所能。竭尽所能，没那么严重。我只是希望沈二小姐日后不用再以身相许来报答。遵命。等等，父王，经济粮仓乃北京命脉，儿臣举荐沈世安大人接管粮仓。父王，沈大人秉性刚直，而粮仓错综复杂，牵扯户部、漕运、刑狱三司，儿臣以为另有人选。景战，你竟会主动延及朝政，倒是稀奇啊！以你之见，何人更合适啊？父王，二弟从不干成，今日突然提议，岂非儿戏啊？这是儿臣整理的庶民大臣资历，按照两政吏治、刑狱三科细分优劣。此案牵扯甚广，须由熟悉两政吏治者负责，方可剥茧抽丝，查明真相。你竟会如此有见解，我倒是小瞧你了。萧景战竟一直在藏拙，今日一开口便如此的锋芒毕露，我绝不能让他威胁到我地位。启禀王爷，吴刚正恰是管理粮仓最佳人选，请王爷明鉴。下官业以项上人头担保，粮道清明。沈世安，现任命你为运粮官。是。我该如何向沈这位交代？二公子，方才朝堂之上，多谢你替我说话。沈公为何接受粮仓？识人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承蒙王爷厚爱与信任，本官自当尽忠职守，多谢二公子体谅。告辞。识人之路，忠君之事。沈家，爹，本王召见你，是不是答应不再让你管理粮仓之事了？王爷最终决定还是由我来管理粮仓，今日任命已下。爹，你能不能不去啊？事情再棘手，也总要有人去做的。走吧，随爹爹回府。今日是你生辰，要看清些呀。啊，爹，那您先去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还要去西街买最新的胭脂。那好，速去速归，爹回府上等你。萧景战，为什么你对我的许诺会变成一场空？你为什么没有阻止我爹管理粮仓？你昨日明明答应过我，你要全力阻止的。
你知不知道管理粮草对他意味着什么？整个沈家可能都会因此……是我辜负了你的托付，我还想……陈女失态了，请公子莫怪。公子为陈女做的够多了，陈女告退。谁？给你。这是生辰快乐，沈之伟。你怎知？只要想知道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是我辜负了你的托付。君命难违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又能怎样呢？一条路走不通，就换另一条路走就好了。不要强撑，很难看。你一直都在为沈家、为你父亲而活，你自己呢？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我只想让我爱的人能平安的活着就好了。我陪你一起保护他们。不用，我发誓。发什么誓？你能来送我这个生辰礼物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这是……这才是真正的生辰礼物。好精致的耳环，正巧我前几天还丢了一只，尚未寻得。那只耳环对你来说很重要？也没多重要。自幼我母亲便得了重病，3岁的那年腊月，她始终是没有熬过那一夜。我父亲常年外出，很多年才回来一次，没有爹娘的庇护，沈世恒明里排挤，沈月天暗里欺凌，都说我是没有爹娘养的野孩子。我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，多刷碗筷，多劈柴火，哄祖母开心，祖母便会奖励我。那对耳环是我攒了2年的铜板才买到的，如今想来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没想到，他和我的经历如此之像。不开心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沈二小姐要学会享受当下。生辰快乐！母后，已经按您的安排，沈世安接管经济粮仓。只是萧锦战今日好端端的，却从中阻拦。关他什么事？经济粮仓事关重大，若是父王得知我动了粮仓，别说什么世子之位，就连公子之位，成大事者最忌浮躁。萧锦战一个下贱宫女生的下贱东西，也配让你活？本宫筹谋10余年，连你父王都被玩弄于股掌，一切都在本宫的掌控之内。可沈世安若是反咬一口呢？反咬？他贪墨粮草的账本，此刻正躺在本宫枕辖之下。届时沈世安入狱，沈世恒顺势成沈家家主，沈家的姻亲权势便能助你全力登上世子之位。儿啊，记住，要藏得住心思，才能走得长远。儿臣谨记母后教诲。
禀王妃、大公子，已经查到当日是谁对大公子出的手。何人所为？是二公子。萧景战？不可能，那个病秧子走2步路都得磕半天。你们别找不到人就前来糊弄本公子。有人亲眼看见那天夜里是二公子抱着沈之薇出了神。未必不可能。景战和沈之薇，难道早就暗通本区？我说那声音为何如此耳熟？还真是他呀！这个王八蛋，居然还专程来嘲讽于我！我这就去弄死他！站住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眼下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们2个拆散了。也许是我看错你了，萧景琰。就算你是一匹藏在暗处，随时要咬人的狼，本宫也会把你的牙拔了。哼！听闻战儿已能关注朝廷政事，臣妾心中颇感欣慰。如今战儿已长大成人，也要该考虑婚姻大事了。爱妃心思细腻，战儿非你亲生，你却能视若己出。战儿从小体弱多病，若是能早日完婚，有贤妻相伴，也好有个人照顾他。这些年我勤于政事，确实对战儿母子疏于关心呢。那就由你主持此事吧。好看。公子，王妃派人请您入府，说是有要事与您商议。要事？这位是东离国之女，18芳华，眉目如画，姿色凛然。景战，你且瞧瞧，可合心意？甚好，甚好，果然姿色凛然。那这位呢？这位啊，是西印国国师之女，年方16，待字闺中，诗作已传遍民间。你看这容貌，倾国倾城，不负盛名啊！母妃还有其他的？当然有。再看看这位，是南越国1等侍卫之女，虽出身武门，却饱读诗书，博学多才，是当地有名的才女。真好，真好！秀外慧中，蕙质兰心，真是儿臣好生期待。那这3位姑娘，你更心悦于哪位？直言无妨。母妃如此筹谋，儿臣感激不尽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得如此良配，只是婚姻大事，且容儿臣思量一番，再做决定。我之前还担心你年纪尚轻，心性不定，有些抵触呢。但今日一见，你果然让我放心。你且慢慢思量，再做决断。小姐，我刚刚听说了一件大事儿，二公子他竟然在相亲。相亲？是啊，自从那日考核之后，我还以为二公子他心悦于你呢，没想到他一转头就去相亲了。此事真假？千真万确。王妃还带着他看了许多姑娘的画本子呢，而且二公子看了还说……都说什么？都说好。东丽、南越西印都与北境相距万里，为何会突然给我操办婚事？难道我已暴露？
还是与经济粮仓有关？来人，在，去调查沈二小姐的行踪，立即回禀。是。在真相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绝对不能让赤薇受到任何的牵连。世上能指望的唯有自己，沈家的命运还是要靠你自己改变。北境的粮道驿站，为何只有此处无重兵看守？事有蹊跷，我就蹲守在这儿，我就不信找不到线索。精神点儿！什么人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快走！沈二小姐这时想起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想。那你为何躲着我？男女有别，更何况公子即将成婚，于规于矩应该保持些距离。你很在意我？公子心悦于谁，和谁成婚是你的自由，与我无关。相亲是假的，王妃不过看我锋芒渐露，找了个由头，想把我支到苦寒之地，离北京越远越好。给我点时间，我要先麻痹他们，才能有时间陪你去调查粮仓的猫腻。我自己可。我们一起。战儿，考虑的如何？母妃，自儿臣回宫后，整日思量，这三位女子的容貌，在儿臣脑中挥之不去，难分高低静一时，不知该如何抉择。母妃，这人生大事，可否还能有其他人选啊？有，母妃又为你挑选了5位绝世佳人。母妃，此女子实属惊奇啊！这肤色独具特色。母妃您看，这牙齿洁白如雪，如此奇珍异宝，实属罕见啊！容我
再品鉴品鉴。这莫非此婚姻影响两国交易，必须仔细琢磨。好。武学已至，沈二小姐下一步可谋算周全。自然是以这二人为饵，指导方面。巧扮成商队模样，你我扮作同行者。这是此意。不过若只是更换服饰，我怕不易行事。若扮夫妻，或许更易混淆啊。沈二小姐若是觉得无妨，只要公子不嫌弃与臣女假扮夫妻，倒也算是个办法。我自是不会嫌弃，我欢喜还来不及。别管了，先换。这衣服设计的好复杂，乱七八糟。这香料味，委屈二公子了，确实辣眼睛。这是不是你裹头的头巾啊？我才不要，这是绿色的。彩虹都穿身上了，还讲究头巾？其他的都可以妥协，这个免谈。你们怎么来这么晚？那条路我在，这条路我不在呀。没穿衣服的白狼子，钩子，猴子走。行了，那你去搬东西吧。塞的铅台子，在这个地方晒着太阳呢。你的嘛，你的，拿起，你的，这里面没有我的手。好了吗？走。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办完？大王子，这两个西域人好像是迷了路，路上耽误了一会儿。萧玄辉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没事，咱们不是办着吗？猴子，车粮装满了，走了吗？等等，走不走了吗？妈，婆子肚子里的铃铛一个不打。怀里揣的什么？找死啊！撒手！一个芝麻大事情，你弄一个哈密瓜大出来，放肆！这里是北京，你可知道他是谁？我知道他是谁。行了，走吧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他是谁。
二弟啊，这么晚了，不如就在此处休息吧。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大王子，没事吧？给我追，走！这是北境城防布阵图的碎片。城防图，萧萧辉竟敢私藏此物！何止私藏？玉潼关乃咽喉，此图详尽至此，分明是要递出关外啊！现在已经不知道运出去多少了。通敌叛国，萧萧辉为了构陷我父亲，夺沈家之财，竟不惜引狼入室，断送北京。好一个小玄辉！父亲若知道他的亲儿子勾结外敌，不知作何感想。前世沈家被扣上了不义罪名，慢慢抄斩，原来根源在此。萧萧辉好毒的心肠，此图便是铁证。二公子，下一步如何？直接呈给定北王？不，若献上此图，他肯定狡辩栽赃，需人赃俱获，更要断他后路。他既要借粮草亏空，坐实你父之罪，又要借沈家的财力，那便让他自食其果。二公子是说将计就计，用这城防图换他勾结外邦的铁证，连同他天墨军粮构陷我父亲之罪，一网打尽。好一个萧景战，今天考量，明天考量，就这么被他拖延了这么久，竟敢如此戏弄本宫，我还是小瞧你了。父后，父后，不好了，城防图被人抢走了！废物，城防图都能丢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是谁？是萧景山和沈志威，他们假扮成商人，混进粮队，抢了城防图就跑。原来他们早已经勾结到一处。母后，父王要是知道此事，儿臣恐怕性命难保啊。事已至此，那就别怪本宫先下手为强了。住手！让开！你们怎么乱动这些东西？让开！不要动这些东西！不要动！你不要再翻了！让开！去！你干嘛？你还动！我说了让你住手！闭嘴！我要是找到了东西，你可就要跪下来好好求我，怎么对你了啊？小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我乃沈家家主，沈家求你们放肆！找着了！哼，城防图都找到了，还想抵赖？王妃交代过，沈哲为私运城防图，涉嫌里通外国，即刻入狱，带走。啊，小姐，若有阻拦者，一并入狱。翠禾，走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好，不说什么，小妖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是大王子，小萧辉，还敢污蔑大王子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发过誓的，我要护你周全，我要……对不起，我们走。二公子，不可！王爷王妃到！
战儿，你怎么在这？沈之威作为沈家家主，里通外国，这个时候你擅闯牢房，是打算劫狱还是同谋？我为了还之威一个清白，臣女沈之威并未里通外国，真正贡献忠良、偷运城防图的是大皇子萧玄辉和吏部尚书沈师恒。王爷，此女妖言惑众，意图挑拨骨肉，陷害王祖。父王，此案必有蹊跷。沈大人秉公正直，之威更是从我而行。你视如从得之，难道你与沈家亲近是为了一起谋划城防图？你的一心一意，究竟是不是为了我北境？萧景战，难怪你今日一反常态，频频插手政务，原来你就是和沈家勾结在一起。哼，笑什么？臣女不服。死一个沈之威不要紧，丢一块城防图也不碍事。但是王爷您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，让小人祸国，长此以往，北境必亡。无法无天！来人，给我杖子20！等等，20杖下去，之威必定命丧当场。父王，此案就死无对证了呀！王爷，城防图之事虽重，但以下犯上，挑拨父子关系是真。若此事姑息，往后岂不让天下人看笑话？更何况这沈姑娘所言毫无旁证，万一是随意攀咬，企图博取王恩，岂非乱国之源？先杖责20，再有刑部，好好彻查，审视安严。慢着，这20杖，儿臣甘愿替沈姑娘受罚，领了该受的杖，景战绝不口啊！不要！请父王4杖。别打了！求求你们别打了！能不能别打了？不要打了！和他没关系。沈之威，你哥哥和你没关系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萧景战，景战！之威，你为我这么做值得吗？这世上能让我萧景战心甘情愿付出的，为你一人。请新娘子移驾，牢房晦气。请新娘子移驾，牢房晦气。别动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笑笑，我
可由不得你。哎呦，二公子你也在，可惜了，你吃不着大公子的喜酒啊！滚开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走，进站，进站！二公子，你就省省吧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惦记着大嫂子呢。走，放开他！站住！站住！放开我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大王子，您来了。大王子恕罪，王子妃实在是不配合，奴婢们才动手的。他若是配合，这戏还怎么演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是伶牙俐齿吗？你倒是跑啊！泔水呢？不啊！我都已经身陷牢狱，你为何还要强娶？你不是想拒婚吗？小爷说过，总有一天一定要娶到你，然后玩死你。也只能死在我的喜宴上。禽兽！蒋夫君。命运又将我拖回了地狱。我爱的人又要消失在我面前。父亲，祖母，对不起。原来是你没有改。我都等不及了，怎么还不到拜堂？大公子说什么时候是吉时，那就是吉时。快点！一拜天地。小姐，不要！不走，不走！萧全辉，所有的事情和其他人无关，泼你泔水拒婚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你把我碎尸万段也好，五马分尸也罢，随和是一个弱女子，你别伤她。弱女子，脸蛋儿倒是挺水灵啊，那就留着吧。等我玩够你了，也给他一个机会。沈之薇啊，沈之薇，我早劝过你不要和我争，现在你当上家主了，又能改变什么？大王子从小到大，我祖母最疼他，不如……沈月婷，祖母对你这么好，你这么做，你还是人吗？他对我好，他有正眼看过我吗？你这么优秀，他还偏心你这个贱人庶女，宁可把家业交给你，也不肯传给我这个嫡子。家主之位本来就该是我的，早盼着他死了。沈月婷，我当初真该一剑杀了你。志伟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祖母没有看错你，沈世豪、沈月婷，沈家百年清誉毁于你父子之手。沈家的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不会放过你们。列祖列宗哪儿呢？祖母，您倒是让祖宗们出来让我瞧瞧啊！今日沈之薇已出嫁，再不是沈家人，从现在起，沈家便是我掌家。真是精彩啊！这沈家内斗倒是比我逼婚更有滋味。沈月婷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这出戏的台柱子。大公子说笑。你若是乖乖跟我成婚，我可以考虑放他们一马。你可想好了？父亲，女儿不孝，是爹不好，
是爹太过于重，才被奸臣算计，连累了沈家，连累了你呀。到底败还是不败？败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到现在你还在反抗？你不顾你爹和你祖母的命了吗？即使我从了你，你也一样会杀了他们。你从来都是言而无信的小人，我宁愿跟你同归于尽，也不会沾染你的污秽，屈辱而活。既然你一心求死，本王就成全你。原来上一世他是为了救我。萧景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给我拿下！大庭广众之下胆敢抢婚，你给我站住！王爷王妃到！母后，辉儿，是谁？是谁竟敢如此狠毒？萧景战，定是你！你为了抢妻，连手足之情都不顾了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萧景战他勾结沈家，欲与抢亲，还诬告我通敌卖国，王法在他眼里还不如废纸一张。王爷，求您一定要为我们母子做主啊！辉儿自幼孝顺，怎会通敌？定是这萧景战与沈之薇陷害勾结，沈家一门忠良，分明是包藏祸心。他们私藏城防图，勾结敌国，证据确凿，请王爷明察。萧景战，儿臣心爱的女人无端被沈家满门忠良无端被陷，而真正的奸邪之人却在此刻颠倒黑白。若这王法只为庇护奸佞，那这王法儿臣今日所为，只是为了拨开迷雾，还沈家一个清白，还北京百姓一个安宁。这位虽有通敌卖国之罪，但我与他有婚约在先，而且知位一见不得，定是受到萧景战的蒙蔽，而你才是通敌卖国的主谋。你勾结沈家，私吞粮草，通敌卖国，理应当斩。萧景战视王族尊严如无物，若今日不严惩，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我定北王府？就通敌叛国的，究竟是萧景战，还是你萧玄辉？这是我北境的城防图，你们是从何而得？这是我与二公子潜伏于粮草车队，发现大王子与王妃私下偷送城防图到敌国。玄辉和王妃一派胡言！我知道父王不信，可大王子与王妃
已经知道是我们抢夺了城防，为防我们，他们势必会先下手为强，构陷我们。不如将计就计，逼他们图穷匕见，露出真面目。那你们，我们2人愿以身试险，帮助父王做出真正的。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一派胡言啊！这是他们用手中的城防突围啊，让小王爷嫁祸于我们。小学辉，沈家通敌叛国，是消息严密，你皆不在场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是臣妾告诉的宣惠，城防图一事事关北境安危，臣妾也是一时心急，这才……且不说王妃如何分身有术，为何在本王知晓此事之前，便可提前下令抓捕，夺取证据？莫非你还可以未卜先知？城防图都找到了，还想抵赖？王妃交代过，沈知微私运城防图，涉嫌里通外国，即刻入狱，带走。将士听令，将王妃、大公子、沈世恒父子拿下。好。事已败露，那就休怪我了。说不清缘故，我为何只顾着将你拥住？千万缕酸珠在你泪滴划过，我是放逐。世人无数偏为你生无助，连命书都想宽恕。相思如故，白首却无助。今生吻过你眉目，是我的救赎。别哭，我过你手心纹路，风雪不冷酷。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伤得那么重，也应该好好静养。我担心你，你说过要护我周全，我要你安然无恙，我才能安心。而且不止一次，我好像很早就认识你了。在梦里，你的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梦里，上一世，或许更早。上一世，在梦里，我对你说什么了？你对我说，纵使轮回百世，我已寻你而来。